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以元。我们时常会讲万国觉醒就要死了，已经有不少的玩家弃坑，没有玩家想要玩万国觉醒了，但是没有想到万龙觉醒死得更快。之前我也是有稍微提过万龙觉醒，万龙觉醒是在今年2023年3月推出的。然后我看到外国主播前几天的影片，他说万龙觉醒要死了吗？我就心想这个游戏出不到1年哦，这么快就要死了。所以就以我个人见解来分析一下，为什么万龙觉醒死的比万国觉醒还更快。不过今天所讲的游戏呢，除了万龙觉醒之外，其实还有包括其他的策略游戏。为什么大多数新的策略游戏都没有办法做起来？并且官方他们设计万龙觉醒就是为了要取代万国觉醒，为什么没有办法取代？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点，玩家想要什么东西？玩家无非就是想要打架，当然比较起输赢，更重要的就是游戏的快感。这点就可以比较到这两个游戏的不同之处。像万龙觉醒有空中单位，有远程，有法师，基本上打架都是站撸的。我看到大多数的战略手游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你点了那个部队按攻击之后，他就在原地打而已，就比较不像万国觉醒这样，你打架的时候需要拉扯，需要去控制你统帅的怒气。玩这个游戏需要一定的技巧性，不会这么无聊，并且只要你操控得好，战报都是赚好几倍的。但是这个问题也变成万国觉醒的问题。假设你不是在先锋王国的话，其实还可以接受。假设你在先锋王国，一定是很难操作起来的。打仗的时候画面会卡着，又或者是你只能用点点打法来打。所以我才时常强调官方要去维护卡顿的问题，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解决，因为大多数的玩家来自世界各地。然而这个是即时战略游戏，假设你的网速跟对方是匹配不上的话，有很大可能会有卡顿延迟的问题。所以可以看到，在国服的玩家他们都讲官方有维护的越来越好，他们的伺服器越来越顺畅了，就是因为他们在国内网络的问题基本上不会相差太远。第二点，这些新的游戏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那各位也知道，万国觉醒是在疫情的时候出现，那时候是玩家最有空的时候，几乎都是天天在家，没有办法出门，都是在家工作。就那么凑巧遇到那个时机，万国觉醒推广出去，玩家们也认识到这个游戏，开始培养账号。各位也知道，玩策略游戏是比较花时间的，除非你是氪金，但是不是每个玩家都是土豪，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丢好几百万美金下去，只能慢慢的去培养账号。到了今天，账号才养成。试想一下，你是现在才入坑万国觉醒的玩家，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下去？因为除去我们上班跟睡觉的时间，我们算16个小时到18个小时之间，只剩下6到8个小时。那在这期间，你需不需要吃饭？需不需要洗澡？需不需要开车？需不需要陪伴家人？需不需要去遛狗？这些都成为了问题。剩下的时间你能不能够去玩游戏呢？尤其像策略游戏会比较花时间，我们打一场仗都是要打1到4个小时左右，在先锋王国 A 组更夸张，需要打10个小时以上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入坑万国觉醒的玩家越来越少，大家已经恢复正常作息了，没有办法玩。这个也是乐狗他们想到的东西，所以他们才推出了万龙觉醒。万龙觉醒是有统帅体力限制，打架有限制，不能运送资源，不能买卖资源，所以我才跟各位说万龙觉醒是比较休闲的玩法。整体来说，这两个游戏可以说是相似，但是又不完全相似，玩法不同。但是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成为了万龙觉醒的致命点，玩家们没有办法玩得更爽快。只要资源耗尽，统帅的体力耗尽，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战斗。相比之下，只要万国觉醒，你有足够的资源加速，就可以打到死为止。不过同样的，万国觉醒也是有自己的问题，也因为无上限很容易被道德绑架。比方说你在先锋王国，他们就跟你说，你来到先锋王国，你就必须要购买资源，你就必须要购买礼包，拿到更多的加速去打仗，导致成玩家流失最大的问题之一，不然就是移民到比较弱的王国。不过我老实说，万国觉醒跟万龙觉醒这两个游戏呢，已经不算是在策略游戏里面最糟糕的。假设你们是长期有玩战略游戏的话，应该都知道大多数的战略游戏都是靠氪金来赢了。虽然万国觉醒也是有存在氪金多一点就可以获得胜利的元素啦，但是真的比较起其他策略游戏，你只要一个玩家他氪金量是大于其他玩家大多数的话，他一个玩家可以打完全部玩家，真的可以称霸一个伺服器了。那至于是什么游戏，我相信各位也知道啦。但是万国觉醒，如果你是在王国里面，你最多只能派5对队伍，在征服赛季只能派7对队伍，就算你的战力跟击杀多么高也好，也有可能会输。打个比方，万国觉醒的传奇人物巴巴，
那就算不要讲88，全服最高战力的犹大原本18亿，他也是输了 KVK， 甚至之前他还有尝试过一个人去驻防旗帜，派7队驻防，也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守下旗帜。这个就是万国觉醒跟其他策略游戏的差别。所以真的比较起其他的战略游戏，万国觉醒严格来讲真的不算是靠氪金就可以获得胜利的游戏。为什么还有玩家在持续玩万国觉醒？像我前面所说的，你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年的账号，没有理由一下子就放弃嘛。当然也有的玩家是选择直接弃坑，又或者是把账号卖给别人。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会像我这样子，其实我也不想玩，但是我的账号已经搞了这么久，玩到现在我不想要放弃。但你就因为这样子变成恶性循环，你就必须要每天去玩这个游戏。当然现在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，就是好几个玩家共用一个账号，或者移民到等级比较低的王国，比方说 CD 族的王国，消耗的时间也不会这么大了。策略游戏主要的重点就是钱跟时间，两者都必须要消耗，但是你玩其他的游戏可能需要花时间，或者是需要花钱而已。还有就是你没有玩这个游戏一天到底影响有多大。比方说其他游戏，就算你长时间不登录不去玩的话，其实它进度不会落后太多。但是万国觉醒只要你一天没有登录就会落后很多了，包括登录 VIP 点数获得资源、镜头活动宝石，这些全部都会受到影响，完成活动的时间也比较长。当然这个不是限制万国觉醒而已，其他的策略游戏全部都一样的，尤其是万龙觉醒更加夸张，因为它有限制的关系，大多数的资源都只能靠自己采集，只要你不够勤劳，打仗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，没有办法准备充足的资源。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靠钱解决的，不过也因为这样劝退了不少玩家。再来就是我看到大多数的策略游戏其实界面都算比较混乱一点，我不确定到底是我个人已经接受了万国觉醒的画面，还是说万国觉醒的画面太过单调了。我玩其他的策略游戏的时候，我都会感觉他们画面比较混乱，多了比较多的元素。像我之前有玩过 Infinity Kingdom， 像最近出的文明与征服，甚至是乐狗跟莉莉丝开发的游戏像万龙觉醒，我都觉得他们界面会比较花俏一点。画面过于花俏会有什么影响？那你们也知道我们打仗的时间一般都是超过4个小时以上，打了这么长时间的游戏，再加上画面比较花俏，很容易眼花缭乱。所以在这一次国服的3周年线下圆桌会有讲到画质会改变的问题，我其实还是蛮担心的，因为感觉画面比较起现在多了比较多的元素，并且我也相信如果你是正在玩万国觉醒的玩家，或者是策略游戏类型的玩家，你们应该都不会再去碰其他策略游戏了，因为策略游戏太花时间的关系，你没有办法兼顾2个游戏，除非你是真的把你的时间全部都花在游戏而已，你不需要上班，不需要睡觉，这样才有可能花精力在其他的策略游戏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看到每一次我的观众说他弃坑的时候都讲已经解脱了，终于回到正常生活，可以调整生活规律了。就算你已经是玩万国觉醒很多年的玩家也好，你也是必须要每天开账号去打野蛮人，打野蛮人称赞，消耗你的体力去兑换更多的奖励。总结来说，你在玩策略游戏的话，没有办法两者兼得，想要打得爽你就必须要花钱跟时间，如果这2个你都没有办法给到的话，就只能休闲玩，去到其他比较弱的王国，去到这些比较弱的王国活跃度不够高，甚至聊天说话的人都没有几个，自然而然你就会选择弃坑不想玩了。这个也算是策略游戏最大的问题。那些真的喜欢玩策略游戏的玩家要怎么办？他们只能玩回之前正在玩的游戏，比方说我在玩这万国觉醒，我的账号全部基本上都已经搞定了，军器装备都不需要去烦，只要每天登录去打野蛮人称赞跟采集就搞定了，不需要从零开始。这个也算是万国觉醒死又死不去的原因。活跃玩家确实是少了，但是留下来的玩家大多数都是老玩家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